秋荷，你先别坐这桌。怎么了？你刚钻车底修过车吧？这身上全是机油味儿。亲家第一次上门，闻着不好。我去洗洗手。不是手的事儿，后厨给司机楚子留了一桌，你去那边吃，菜都是一样的。她是我儿媳妇，不是来给你家干活的。婶子，我没说修车丢人，可今天这桌坐的都是亲家长辈，他自己坐着也不自在。刚才你儿子的婚车断了皮带，是谁趴在路边给你们修的？不就换根皮带吗？5分钟的活儿，别说的跟救了全家似的。用得着他的时候叫弟妹，吃饭的时候就成修车工啦。志远，今天是喜事，你别找事儿。他要真有本事，就在县里坐办公室了，能传成这样回来。妈，后厨在哪边？你不许去，今天我也不吃了。桂枝，大喜日子别闹得大家难看。大勇安排的也没错，干什么活做什么桌，谁也没看不起谁。大伯，我修车靠手吃饭，坐哪儿都能吃，可刚用完我的手就嫌这双手脏，话得说清楚。勇哥，新手机又趴冒了，地上全是油。先熄火，别再打。已经熄了。把电也断了，再打2次，原本能修的小毛病就真得换大泵。你懂什么？这是100多万的新机。对，他不懂。刚才你还嫌他是修车的，这车坏了，可别来求他。新机上怎么会掉下来一块焊过3次的旧阀片？液压泵坏了，得换。原厂件最快后天到。后天能不修好？线儿到了还得装，怎么也得3天。3天后不是要下暴雨吗？我家60亩玉米还在地里呢。大勇，我家40亩最靠河，雨一来先淹，你先给我收，钱等粮卖了我就补。排队的都等着呢，不能谁哭2声就插队。我不插队，我求你把那台能动的先给我半天，想加急，3000块，今天交，今晚给你排。去年不是1000吗？今年机器坏得多，油也贵，你嫌贵就等。泵没彻底坏，你又来了，回油阀卡住了，压力回不去，才把密封顶开。先清阀换密封，泵还能用。别碰我的机器！我还没碰。100多万的车，你一个修小拖拉机的女人，拧坏一个螺丝都赔不起。他在县农机厂修了7年，比你摸过的机器多。在厂里拧过几年螺丝，也敢吹自己是专家？上个月是不是刚换过液压泵？勇哥说换了新的。维修单拿来。合作社的账，轮不到你看。那你别让我修。我只是奇怪，新泵用了1个月，外壳上怎么有3层旧漆？真是旧的，翻新漆很正常，你懂什么？新泵18000，对吧？维修单上是这个数。新件不会有焊口，也不会磨编号。谁让你动的？现在车要是坏得更重，就算你的。陈大勇，我只掀了一块胶条，你这么急，是怕我修不好，还是怕我认出来？这个泵泵的出厂年份是3年前。3年前生产怎么了？仓库里放了3年，不代表是旧件。仓库里放3年，会有泥、焊口和磨损吗？谁知道是不是你刚才弄的？他就翻了一块胶皮，你想把焊口也赖他头上？刚才车还只是响，他蹲过去以后就漏成这样，谁知道他动了什么？秋荷，要不你先别碰了，真说不清。机器是集体，坏了大家都耽误。那我的地怎么办？天气预报说后天下大雨，我闺女学费全指着这40亩玉米，想收就交3000，不交就排后面。这台新机我不碰，算你有自知之明，免得修好了算你，修不好又赖我。他刚才这么说你，你还管？我不管陈大勇，我管王叔地里的粮。这台是谁的？村里第1台收割机
3年前就报废了。你不会想修它吧？发动机都快锈成锅了。机体没裂，变速箱也在，放了3年不等于真报废。你要能让它开进地里，我这合作社以后听你调度。大勇，别跟一个女人赌气。爸，放心，他要能把这堆废铁开起来，我今天重新给他摆一桌，亲自请他做主位。王叔啊，今晚能找几个挺搭手的人吗？能，别说搭手，让我守夜都行。我去找电瓶、皮带和机油，别白忙。启动电机早烧了，油泵也坏了，镇上都配不到。不是烧了，什么意思？启动电机和油泵是最近才拆走的。这台车不是自然报废，是有人把能让它动起来的东西全拿走了。那零件我好像见过，装在勇哥表弟的新拖拉机上。小孩不懂，别瞎说。什么启动电机，长得都差不多。我看见虎哥从旧机上拆下来。闭嘴！你还想不想在合作社学了？车在哪儿？我自己看。熄火！找死啊！我赶着去地里。拖拉机的启动电机哪儿来的？我花钱买的，关你什么事儿？有票吗？乡下买零件，谁留票？是我从合作社调给他的。旧机反正报废，零件闲着也是烂。那是集体机器，你调给自己表弟，问过谁？我是合作社主任，调个废件还得开全村大会。不是长得像，就是宏基上的。你说是就是。旧机维修本记过编号，末尾427，真是合作社的件。怪不得旧机一直修不起来。嚷什么？我只是借用，秋收再装回去不行吗？借条呢？一家人用个零件，写什么借条？合作社是一家人的，还是你一家的？我不跟你们扯，我地里还等着。走开！拿全村的零件养你一台私车，你还有理了？志远，都是亲戚，先让陈虎收完自家地，晚上再拆，不差这半天。他家20亩不差半天，我家40亩就该等雨淋。零件现在拆，陈虎少跑半天，损失能算。王叔的粮淋了雨，谁赔？还能用吗？能。可拆走的人把里面的调压弹簧也换了。拿走零件还不够，有人怕这台机器装回去以后真的能开。一节破弹簧也值得你大惊小怪。老机器放了3年，里面坏什么都正常。锈坏的边缘是毛的，这个切口是平的还是新口？行，你说有人捡的，那你倒是修。镇上配件铺都关门了，我看拿什么修。沈师傅，这根能用？先装上试，硬一点软一点都不行，得看机器吃不吃得住。先吃2口，机器没修好，人别先倒下。志远，差不多就算了，今天是堂哥家喜事，别闹得下不来台。爸，王叔40亩粮等着收，大伯的台面比人家粮还要紧。都退开！小六的看油路，志远看皮带，有异响马上喊停。我就说，活了，真让你修活了。能在院里走，不等于能下地。半路趴秧，可别赖合作社。商叔，带路。把村东机耕路锁上，我看他怎么进地。合作社统一调度，没报备机器，不能走这条路。这是去我家地最近的路，绕南沟的多走7、8里。那就绕。旧车真翻了，谁负责？
我也是为了安全，这车放了3年，刹车都不一定行，出了人命你担得起？可以查，刹车、灯、歌台、护照，当着大家的面查，哪一项不过，我自己开回去。你自己修自己查，谁信？那你找人查。镇上的农机员今天没空，明天再说。明天雨都到头顶了。这路什么时候成合作社的了？这些年都是合作社维护，当然归合作社管。这路6年前修的，每家出了300，镇里也拨了钱。二叔，后面铺石子修水沟，不都是合作社出的钱？爸，你当年是不是也出钱了？那你走自己出钱修的路，还得看大勇脸色。我家也出了300，修路时我还白干了5天。都别起哄，谁让这台破车过去，合作社的机器就不给谁家收。不给就不给，我交不起3000，排下去也是等雨淋。陈虎，把车挪开。我就不挪，你还能撞我？我不撞人，但路是大家修的，你没资格堵。过来搭把手，我家出了钱，我推，我也推。机器安不安全可以查，别拿安全当锁，专锁没给你交钱的人。秋荷，等等，我3天前就交了3000，他答应昨天给我收，到现在1亩都没动。秋收加急服务费，这是什么钱？合作社内部收费跟你没关系。我家25亩地，3000是跟娘家借的。你说交了钱，昨天一定给我收，我等到半夜，机器连村口都没过。机器坏了，能怪我？这钱是油料和调度成本。机器没来，钱退了吗？去年你也这么说，我交的1000，到现在没见回来。我交了2000，他说交少了只能排第2片。我男人没了，地全靠我一个人，我只是怕梁隐宇，你拿这个怕，收了我3000。李小芳，你以后还想不想用合作社的车？先把这次说清楚，不然以后我每年都得怕你。你说这些钱修机器，那把账拿出来，6台泵报了11万，排队费又收了这么多，钱修哪儿了？秋荷，你一个外姓媳妇儿，少在村里挑事儿，合作社的账轮不到你问。我不问你们陈家的家务，我问李姐3000块买到了什么？行，你们信他是吧？谁让他收？合作社剩下5台车，1台都不给家下地。愿意等合社的继续等，愿意用宏基的先登记，低洼地、老人困难先收，只算油签费，顺序贴在机棚口。1台破车你能收几亩？能收多少？至少不开钱交的多。我会开拖拉机，你说我帮着运粮。我2个儿子也来。强对流云团提前，今晚局部有大雨。先别登记，去王树家低洼地，志远找3辆拖拉机，小芳负责转粮。天黑前能多收1亩是1亩。秋荷，声音不对。不是机器坏，这块地倒斧重，走快了会堵，后面慢半档，转粮车别贴太近。你放心，我跟得住。一趟就堵，还想抢收40亩，天黑切前能收10亩，都算他命好。秋荷，下来吃2口，你1天没歇了。妈，剩最后7亩，收完再吃。你不下来先咬2口，粮不能淋，人也不能饿坏。40亩，1亩没了，我闺女的学费保住了。这钱给你，陈大勇收3000，你也该收。油钱和饭钱按实际算，剩下的收回去。3000块不是规矩，是他拿你怕下雨的心收的钱。秋荷，明天先去我家吧，我不插队，按你排的顺序来。你家地是第2滴，明早第1趟。1台破车真让他开出人心了。勇哥，明天还让他收？他先能过今晚再说。秋荷，停！传动那边在甩。
这要是再开一会儿，会怎么样？甩出去，轻则砸坏机器，人要站得近，命都保不住。我早说这台破车不能下地，现在差点出事，谁负责？昨晚下雨，别的螺丝都有水锈，这一颗螺纹是亮的，还有新扳手印。旧车一抖，螺丝自己松了，不正常吗？不可能！昨晚收完地，是我跟志远哥一起上的防冻塞。你一个学徒，懂什么？少跟着瞎起哄！螺丝能震松，插进去的销子不会自己拔腿跑。昨晚机器停在你们合作社机棚，钥匙也在你们手里。今天要是真砸到秋荷，谁给他家交代？那你报警啊！没抓到人，就别往我家头上扣。你急着撇什么？秋荷提你名字了吗？从现在起，谁都别碰这台车。这不是修坏没修坏，是有人拿一车人的命试簪子。勇哥，2号机也熄火了，3号机液压抬不起来了，和他那台也趴妞了，3台全坏了。险些伤人，不是你们自己吵2句就能过去。所有机器停下，逐台检查。停了谁给全村收粮？不停，出了人命你担。这台车上个月报的是原厂新泵，怎么又是一台翻新的？6台机器，账上写的都是原厂新件，车里装的全是翻新件。我们每年交维守费，县里还给补贴，钱去哪儿了？还有我们交的排队费呢。这不是正常磨损，旧轴承喷漆翻新，外面看着新，里面滚球早就起坑了，继续下地，随时可能爆死。勇哥，你说这些车全是新件，我才敢开，真出事，命算谁的？我也是让配件商骗了，货送来长得都一样，我哪能一个个拆开看？6台液压泵，报降11万，每一张验收单上都有你的签字。账是会计做的，我就是顺手签一下。11万，你顺手就签。村民3000块交慢一点，你倒记得比谁都清楚。机器坏了就修，先别揪着账不放。秋收要紧，真把大勇逼走了，谁来调车？6台车坏了5台，他调什么？调我们等雨吗？还有一件事儿，这6台车申报的是新机补贴，可发动机编号和出厂底也对不上。在查清之前，6台全部停用。不能停！3天后大雨，全村2000多亩没收。知道要下雨，你还敢让这种车下地？今天只是漏油，明天轴断了，伤的是人。6台都停，只剩秋荷那一台旧车，怎么收得完？我家50亩还没动啊！有3台不是大总成坏，只要换掉假嵌，今晚能恢复2台，明天再恢复1台。真能修？前提是合作社把配件库打开，新配件、旧库存、领用单全部摆出来。配件库是合社种地，外人不能随便进。我现在更想知道，你怕我进去修车，还是怕我看见里面根本没有新配件？1台坏可以说疏忽，6台全装同一批假件，这就不是维修问题了。我家在河边，必须先收。我上个月就登记了，凭什么排太前面？我交了3000加急费，先收我家的。都听合作社安排，交过加急费的优先，剩下按我排的走。我也交了，你答应前天给我收，车影都没见到，这张表还怎么信？现在能动的只有宏基，先收低洼地、老人户，家里面没有劳力的，同一片地按登记时间走，油钱、司机工签写在墙上，不收插队费。那我3000不是白交了？钱该找谁退找谁退，但不能因为你被骗了，就让别人家的粮先淋雨。
这几块地最先积水，我家已经收完。今晚我带2个儿子给别人转粮，不收工钱。我也去，谁家缺司机，我顶一班。你这是趁机抢合作社调度权，一个外姓媳妇儿，凭什么给全村排地？凭他昨晚真把40亩收回来了，你手里6台机器，今天1台都动不了。守山，你也不管管你儿媳，再让她闹下去，合作社就成他家的了。志远，要不让你大勇哥统一安排，一家人别争这个头。爸，现在争的不是谁当头，是60小时以后，谁家粮还在地里泡着。沈师傅这个顺序合理，但1台车肯定不够，要想抢完，至少再恢复2台。所以配件库今天必须开。钥匙不在我这儿。那是什么？你不是没钥匙，你是不敢开。开门！今天这库必须让大家看。配件值几10万。合作社拿过农机补贴，配件采购也报过报账。现在机器全装假件，我有权现场核查。秦站长，这是村里的事儿，大勇就算账没管好，也轮不到一个外姓媳妇抄库。机器买的时候，我也卖过金镯出钱，库里装什么，我儿媳妇怎么就不能看？我们都交过维修费，开门！新件到底在哪？这是11万买回来的新件，新件都装车用了，箱子留装旧东西很正常。这箱子编号和2号机维修单一致。如果新泵已经装车，车里面是3前的翻新泵。6只新泵，12套轴承，8套油封，账上显示全部入库，领用人一栏却是空的。东西进过库，却没人领。现在东西没了，这不叫用掉，叫丢了。其中3张单子写着原厂液压泵，收客人都是陈大勇，金额正好11万。配件商送没送货可以再查，但这3张单说明新件确实到过你手里。昨晚我来拿扳手时，后门还没这些印儿。油还没干，东西是昨夜刚拉走的。拉去哪儿了？昨晚我看见勇哥和陈虎装了3个新泵，车往上镇上开了。你再胡说，我让你爸明天就滚出合作社！他们去的是孙有才粮站。修机器的新件，为什么送去粮站？别乱碰，这是我买的。从谁手里买的？配件商。收货人写的是陈大勇，送货地址是柳河村合作社。合作社之前欠有才油钱，我拿配件抵账，正常生意。县里给补贴，我们也交维修费，凭什么拿全村的新件抵你小舅子账？什么叫我的账？合作社机器加油不要钱，那把加油单、欠款单、抵账协议拿出来。没有协议也是口头买卖，东西到了我院里就是我的，谁敢抢我就报警。拍什么拍？不抢你的，先留个证，省得一会儿东西又长腿。等他们扯清楚，还剩46小时。回合作社，新件拿不回来，就先从旧车里找能用的。拆废车救新车，你这是拆东墙补西墙。能继续用的旧件叫可用变，喷漆冒充原厂，
再按新价报账才叫假件。沈师傅，旧件真能装？能不能装不看新旧，看磨损、裂纹和尺寸。装之前检查，装完以后留记录，以后坏了也知道坏在哪儿。3台车了，这回抢得过来。车有了，还缺司机。原来的司机连着干了2天，不能再硬撑。我来，我有农机驾驶证，也开过大拖拉机。开拖拉机和开合机机是一回事儿，女人压不住这么大的车，别拿全吨的粮练手。想开可以，不看你是男是女，明天现场试车。行，让他跟陈亮比，谁输，谁以后别碰合作社的机器。芳姐，开小4轮送化肥跟这玩意儿不是一回事儿。待会儿要是慌了，先踩刹车，别把我们撞了。我慌不慌？上车再说。比速度，谁先绕完一圈到进机位，谁留下。不这么比，怕他输？这是收粮，不是赛车。起步、转弯、倒车、割台升降、坡道停车、遇堵停支，6项都过才算。按安全规程来，快不是本事，稳住车别伤人才是本事。女人开大机器，出点事谁负责？男人开坏6台，也没见你说男人不能开。碰了，桩插得太近不算。看见没？1分钟不到。小芳，上车前先绕车一圈。比赛都开始了，还磨蹭什么？停！前面有人！反应够快。太慢了，真下地。照他这个速度，雨都下完了。慢10秒，总比压到人强。陈亮撞桩沿线没做绕车检查，李小芳6项都过。你定的规矩，你当然帮他。不是他帮，是规程帮。我能下地了。先跟我跑半天，不是因为你是女人，是因为你第一次开这台车。别高兴太早，真进湿地不熄火，才算你有本事。院里绕2圈谁都会，今天1人收2亩，谁先收完谁当司机。还是那句话，不比抢，资历损失、堵塞次数、转弯压苗、安全操作一起算。收得慢，什么都白搭。熄火！再走就顶完风和尺。马上就通了。听见异响还不停，这不是胆儿大，是拿机器堵。地太湿，换谁都堵。又磨蹭。这边地先从高处走，逆着道夫方向硬推肯定堵。碎粒少，漏速也少。陈亮那边落了一地，小芳这边干净多了。他慢了整整12分钟。12分钟能补，撞坏割台至少停半天。我过了吗？过了。今天跟沈师傅跑车，晚上可以单独排班。秋荷，我们能不能也学？想学就学，
谁家地里的粮也不分男人女人，有证的先登记，没证的先学安全和保养，秋收后统一培训。会不会不看谁家男人点不点头。看到没有？刚修好就全爬过，这回还不是他修坏的？不是机器坏，油里进水了。昨晚下那么大雨，油箱进点水不是很正常3台车，3个油箱，同一时间进差不多比例的水，这雨还挺会分。密封枪是好的，雨水从哪儿进？也可能是旧油桶不干净。今天没用旧油桶，都是合作社油车直接加的。油从哪儿来的？孙老板粮站。谁说我家油有问题？粮站几10台车都加我的油，怎么偏偏你们坏？别急，合作社油车还有剩油，粮站地下罐也有油，各取3瓶，1瓶现产，1瓶送检，1瓶留样。你算什么人？凭什么查我的油光？农机集中故障，已经影响秋收。你不愿配合，我们请市场监管来封罐查。水比油重，下面多上面少，说明这水不是刚下雨漏进去的，是加油前就混在罐底，或者有人往车里灌过。油车天天用，罐底有点积水很正常，一点积水不会让3台机器同时熄火。3000升柴油今早6点送到，签收人陈大勇。我是主任，我签收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有问题的是，为什么这批油只加给刚修好的3来车？勇哥早上特意交代过，说旧红机和修好的2台都用新送来的油，其他车别动这批。我那是怕混油。勇哥，我昨晚去粮站拿扳手，我听见孙老板问你，水加多了会不会一下就熄火？你说熄了才好，省得他真把车修起来。小兔崽子，你胡说！我没胡说，粮站门口还有监控。那就去调。别急着回去，你现在回粮站，是想调监控，还是想删监控？粮站离这儿不到10分钟，你急什么？我回自己家还得跟你打报告。不用，把昨晚监控调出来就行。监控早坏了，乡下粮站哪有钱天天修那玩意儿？昨晚还是亮的，我去拿扳手时，门口摄像头还转了一下。先去看，真坏了会有故障时间，现在删比不删麻烦。断电也没用，录像在硬盘里。桶里装的什么？清洗油罐的水，油车脏了，涮一下不行吗？清洗完为什么不放掉？第2天还直接给3台机器加？就是那几分钟，我听见他们说熄了才好。小孩听差了，桶里装的是油水分离剂，是不是？取样就知道。你们封我的油罐，我粮站还开不开？3台农机同时熄火，差点出事故。先解释清楚，再谈开门。这个摄像头带收音。早坏了，录不进声音。3台都加，红机也别漏，别真让他把粮收完。你不是怕我修坏机器，你是怕我真把机器修好。首山，你这个家还管不管了？秋禾带着外人封粮站查合作社，现在全村都在看陈家的笑话。哥，秋禾也是怕耽误秋收，怕耽误，
就修车查账、查油、查配件，那是他一个外姓媳妇该碰的吗？不查能知道他们往油里浇水，3台机器同时熄火，真在地里着了，谁负责？都说了，事情还没定，监控里声音断断续，谁知道是不是你们听错了？桶封了，油样也封了，你不用跟我吵，等结果就行。大勇答应了，排队费秋收后该退的退，油车也换干净油，这事儿到此为止。那假配件呢？11万的新件为什么在粮站？合作社的账为什么不让看？你还想怎么样？真把大勇送进去，这村里的机器谁管？6台机器坏了5台，他管得挺好。弟妹，男人说事儿，你少插嘴。我儿媳妇被你们赶去后厨时，我就该插嘴。现在拿全村粮食做买卖，我更得说。行了，别越说越难听。志远、秋荷，听爸一句，车该修就修，粮该收就收，可粮站和合售社的账先别往下查了。你大伯小时候救过我一回，这个人情我不能不认。他救过你，你可以拿自己的东西还。为什么每次还人情都让妈受气，让秋荷让路？我只是想让家里太平。爸，我也想太平，可车里是假件，油里水，今天闭嘴，明天真出了人命，谁还能太平？你们非查是吧？以后合作社的棚、工具、油一样都别用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拿什么收完全村的粮。我家地是最低，先去我家。我昨晚就登记了，凭什么要又改顺序？合作社不给油，3台车怎么动？油罐被封，配件库也在查。沈秋荷不是能耐吗？让他自己想办法。油是村民出钱买的，不是你家的。封的是问题油，可以重新买合格柴油。3辆车分3片，河湾、南洼、东沟先收，每台配2辆转粮车，司机4小时换班，油按实际结，票据贴墙。我先垫2000，我出1000。妈，这钱不动。志远，去镇东加油站，油桶封口，开票，流量一样不能少。送油车今天来不了。你们问的倒挺早。每桶都过磅，票在这儿，谁想看都能看。还没到高兴的时候，24小时，光靠3台车收不完。会开拖拉机的登记转粮，不会收割机的谁也别硬上。我去东沟转粮，你大伯那边先别管我。爸，注意安全。怎么啦？声音不对。志远，让后面的收割机离远点儿。人有没有事儿？没事儿。我听见异响，提前减了速，后车也已经离开。要是没停呢？轴会甩出去，打到后面的车的驾驶室，人下不来。我早说这台破车不能用，他修的车才干1天就断了，剩下的粮谁负责？没人问你，你怎么又急着撇清？小芳，你带另外2台继续收，宏基这片先停，转去东边高地。那你呢？查断轴，真是旧车累坏的，我认。不是，就把动手的人找出来。谁都别摸断口。3年前的旧轴累断不是很正常，正常断轴不会一半这么平，这边有工具走过的痕，机器磨出来的也说不准。昨晚检查时，我在螺帽边点了黄漆，现在漆线错开，护罩被人拆过，里面还有新铁屑。真有人动过，他修车也会留下铁屑。我换的是阀和油方，没碰转动轴。维修单上写的清楚，秦站长也签了字。
不是自然裂，有人先割开一部分，再让机器自己崩断。谁会拿自己的机器干这种事儿？这台针开起来，谁最难受？大家都看见了。少往我身上泼脏水！有本事拿证据！那就查工具房，谁领过钢锯、切割片，谁进过机棚，一个都别漏。不用猜了，这根轴是被人提前锯过一半，不是裂纹，有人先从背面割进去，留了不到1/3，让机器自己跑断，针甩出去，驾驶室里的人躲都来不及。这是坏车吗？这是想要秋荷的命！别张嘴就杀人，一根旧轴有锯痕，也可能是以前修过。以前修过，切口会有油泥和旧锈，这上面是新铁丝，护章也是昨晚才拆的。那也不能证明是我们。没人点你名，你抢着认什么？秋荷，东沟又收完80亩，可只剩2台车，南洼还压着600多亩，天亮前肯定干不完。你们继续，4小时换司机。宏基先封存断轴，别因为查事儿把抢收停了。秦站长，麻烦您见证，我们去工具房看最近谁动过切割机。工具谁都能用，查到一把锯，还能说是我锯的？记录为什么撕了？雨天潮烂了。纸是干的，还是钢丝的？宏基川东周外面就是红堤7，这是我的工具。正好，你的工具跟断轴一起送检。你凭什么抠我家东西？别送了，昨晚是谁拿的？我看见了，是虎哥。勇哥还在门口给他照手电。你个小兔崽子，敢胡说！孩子说句话，你急什么？他吃合作社的饭，学合作社的手艺，现在帮着外人往我头上扣屎盘子。小六子，想清楚再说。坐下，看见什么就说什么，没看清也可以说没看清。昨晚雨大，我回来拿雨布，机棚里有手磨机的声音。我从窗缝看见虎哥趴在红机下面，勇哥拿着手电。我问他们干什么，勇哥说轴有毛刺，顺手磨一下。几点？快2点。他们走以后，地上还有凉贴屑。你胡扯！快2点你不睡觉跑机棚干什么？雨布真漏了，库房里有我拿过的登记条。时间对得上。小六子，你爸还在合作社开车，他腰不好，外面谁肯要他？你一句话说错，你们爷儿俩以后吃什么？自己想。你这是提醒他还是威胁他？我说的是实话。你爸的工作不该拿来堵你的嘴。去村委会把看到的写下来，记录念给你听，不对就不按手印。谁让你来胡说的？爸，我真看见了。勇主任让你学手艺，给我安排开车，你就这么报答人家？孩子小，听错看错都正常，带回去教清楚，别让人拿他当枪。话说了一半，是不是看错？让孩子自己讲。儿啊，咱家就指着这份工了。秦站长，刚才是我记错了，昨晚进机棚的人不是虎哥。听见没有？小孩都说看错了，你们还想赖我？沈秋荷，你凭一个孩子的话扣工具、封断轴，还当着全村说有人害命，现在怎么说？孩子前后2套话，确实不能信。雨马上到，别再查了，先收粮吧。你儿子刚才说的清清楚楚，你一来他就改口，到底谁拿他当枪？大家看不出来。孩子小，爱胡思乱想，是我没管好。刚才的话是不是你自己想说的？是。行，今天不问你了，跟你爸回去。这就想算了，你得当着大家道歉，再把宏基停了。一个修车的，别总觉得自己能查案。宏基断轴是真的，锯痕是真的，护照被拆过也是真的。孩子改口不等于这些东西也改口。谁知道是不是你修的时候动的？
所以我不靠小六子一句话定罪，我靠机器。东沟又收完100亩，2台车已经连干10几个小时，司机得换。南洼还剩400多亩，按4小时换班，别硬撑。昨晚停之后，我做了维修风，时间、位置、照片里都有。角度也变了。沪超在昨晚收车以后，确实被人重新拆过。拆过又怎么样？也许是司机检查。司机没有拆卸记录，夜间也没安排检修。小六子可以怕，可风七不会怕你丢工作。这里面沾着的也是黄漆。黄色漆到处都是，凭这个就想说是陈虎干的？单凭颜色不够，可防护护里还有红色提漆和新铁屑，断轴外层正好是红泥漆。我就拿手机蹭了下护照边，根本没碰轴。刚才你还说昨晚没进机棚，我是后来想起来的。勇哥说护照有毛边，我顺手磨一下，有什么大不了？护照没有毛边，要锯转动狗，才必须先把它拆掉。闭嘴，越说越乱。是不是故意破坏？断轴、手谋机、风漆碎屑一起送检，在结果出来前，陈虎不得再碰合作社机器。凭什么？凭你动过一台差点把人砸死的车，这还不够？最里面那台灰色报废机，转动轴型号一样，先检测裂纹和弯曲，合格就调过来。拆装编号、经手人全写在单上。可以。这次谁再说不清零件从哪儿来，先找记录。5号机前年购入，发动机编号末尾是619。车上的是284，出厂年份也早了4年。不是说这6台都是补贴买的新车吗？验收表上的6台车，跟棚里这6台不是同一批。旧车装假件，还能说是贪便宜？可新车连编号都没对上。陈大勇，村里花钱买的6台新收割机，到底去哪儿了？发动机换过，还能说是维修，可车架号也对不上。验收表上的6台新车，根本不是院里这6台。县里给了补贴，我们也交了入股钱。当初不是说买的全新收割机吗？新车用久了也得换件，几年下来编号乱了很正常。发动机能换，整副车架怎么换？难不成修一次车连壳子也换了？秋收要紧，先修车。几年前的账，粮收完再查。每次一说钱，你们就让等，粮等雨，钱等过年，最后什么都没了。柳河合作社1号机，前年10月变更登记，现在的使用单位是临河县丰顺农机服务区。村里的新车怎么跑到外县去了？也许系统录错了，这种东西谁说的准？结果一样，6台新漆全在临河县登记使用。全卖了？谁说卖了？合作社周转困难，临时租出去不行吗？挣的钱还不是拿来修机器？租出去要有合同，租金进哪个账户也该有账，拿出来。南洼又收完60亩，2台车已经连干15个小时，红基再修不好，剩下300亩顶不住。账继续查，粮也不能停。灰机转动轴检测合格，先换到红机。拆装全拍照、编号、签字，别再让零件输不清。没录错，验收后不到半年，
这6台车就被一次性卖了。这就是我们花钱买的车。我们守着6台破烂等雨，你们把新的全卖了。别说的这么难听。合作社那时候欠油钱、工资，先把车处置掉周转，有什么不行？6台新车补贴后总价160多万，你卖了多少？我不掺和你们村里的事儿，但这车是我正规买的，手续和转账都在。160多万的车，78万就卖了。我当时也问过，陈主任说合作社急着还债，低价一次清。车验过，手续也盖了章，我才付款。钱打到哪儿？78万进了合作社设备处置账户。另外，孙有才说自己是中间人，我又给了他10万介绍费。卖机器，又是孙有才。介绍费是高老板自己给的，跟我没关系。陈主任，当时不是你让我把10万单独转给孙老板吗？你说走合作社账不方便。这里没有回购条款，也没有租赁期限，不是临时周转，是直接卖断。合作社负债那么多，不卖车拿什么还？我也是为了全村。欠谁的钱？我们交了维修费、排队费、县里还有补贴。你到现在连一张欠条都拿不出来。爸，看清楚了，卖车不是我一个人的主，你爸也按了手印儿。爸，这是不是你的手印儿？是我按的。6台新汽，真是你同意卖的？我没见过什么卖车合同。那时候你大伯拿来几张纸，说合作社补保险半年整，缺个社员代表手印儿，我眼神不好就按了。守山，人得讲良心，纸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你现在说没看？大伯，合同一式几份？我爸那份在哪？一家人办事，留什么份儿？哼哼，卖全村6台机器时讲一家人，出事以后倒知道把我爸名字写清楚。别只看手印儿，卖车当天，合作社给二叔转了3万，备注写着设备处置分红。3万块进过你账户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大哥说，那是还家以前店的买车钱。当年我卖金镯拿嫁妆凑了4万8，你跟我说大哥一直没钱还，现在还了3万，你又一声不吭。什么还钱？那是守山同意卖车以后分给他的好处，他拿钱时可没说不要。钱后来去哪儿了？取出来了。给谁了？6台补贴农机低价转卖，社员代表若知情签字，也要说明用途和去向。守山，大勇管合作社不容易，你当时明明点了头，现在可不能看事情闹大，就把责任都推给孩子。别问太远，车要卖，我知道。陈守山，你再说一遍。我知道。 6台车是我卖镯子凑钱买的第1台机器，一点点滚出来的。你真点头卖了？是，合作社缺钱，大哥跟我商量过。卖给谁？卖了多少？哪天交的车？2年前的事儿，谁记得那么细？合同记得9月12日，在合作社会议室签署。
9月12那天，首山还在县医院，他做完胆囊手术，15号才出院。也可能合同日期记错了。公章日期、交车照片、转账回单全是12号。爸，您没在合作社签，不知道买家是谁。您刚才那句知道是在替谁扛？首山，话想清楚，别让外姓人挑的亲兄弟翻脸。她是我儿媳妇，骗我丈夫手印的人才是外人。大哥到医院说是给机器补保险，只折着只露出按手印的地方，我真不知道是卖车。那3万呢？大哥让我取出来，又拿走了。他说钱从我账上过一下，账才做得平。你明知道他又在骗你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小时候我掉河里，是大哥把我捞上来的，我欠他一条命。他救过你一次，你拿妈的镯子，全村的机器，秋禾差点被砸的命，还了多少次爸？你还要护到什么时候？卖车款78万，3万从陈守山账户过了一圈，又回到陈富贵手里，另有45万当天转进孙有才粮站。备注是什么？预付秋粮款。新车卖掉的钱，为什么要提前买还没收回来的粮？秋禾，还剩270亩，再顶2个小时行不行？不顶，机器陷住还能拖，人翻进去拖不回来，全部出地，先保已经收下来的粮。完了，这车粮全湿了。早说了，先秋收，别查账。他非逢有拆车查编号，现在雨下来了，算谁的？甲件是你装的，油里的水是你灌的，断轴也是你们锯的，你耽误10天，现在倒想把这一场雨扣我媳妇儿头上。下午邻村还收1块1，下场雨就掉2毛多。湿粮要烘，要扣水，还容易发霉。嫌低可以不卖，我没逼你们。连着3天都有雨，不卖放哪儿？那是你们的事儿。我只提醒一句，今晚8毛4，明早见没点儿，最多7毛8。都别吵，合作社早跟孙老板谈好了，统一送粮站，至少有人接。什么时候谈的？秋收前，宝泉村销路有问题吗？有。6台新机器卖掉的45万，为什么也进了他的粮站？那是合作参与收粮的本钱，以后赚了钱，村里也有分红。卖我们的机器，再拿我们的钱，回来低价收我们的粮。白纸黑字，柳河村今年秋粮由合作社和粮站联合收购，你们不懂生意就别乱扣帽子。8月18日，怎么了？8月18日，他们就签了施粮收购协议。可合作社第1台机器是8月25日才开始维修的，机器还没坏，你们就先把淋雨后的粮价定好了。合作社出45万周转金，孙有才负责收粮、过磅、验水分，卖粮后的利润你们4、6分。合作社出钱，我出粮站、烘干机和销路，有什么问题？问题是，这45万不是你们2家的钱，是卖掉全村6台新机器的钱。机器闲着也是折旧，拿钱做收粮生意，赚了再买新车，不比放着生锈强。谁同意的？合作社改过会吗？我们这些入股的人为什么一句都不知道？我是主任，遇到机会还能等全村人挨个点头？正常干料收购价按1块2估，雨林施粮按8毛2估，扣掉烘干费，每斤预计赚2毛3。粮越湿，你们赚的越多。施粮风险大，利润高一点很正常。预计施粮800吨，占全村秋粮60%。8月18日签协议时，天气预报连1场大雨都没报，你们凭什么提前算出60%粮会淋湿？秋天容易下雨，提前算不行。算下雨可以，那为什么新仓松进你粮站？为什么问题油只加给刚修好的3台车？为什么宏基能动后，转斗轴又被锯了一半？
这些事儿还没定，别全拴到一块儿，因为他们本来就在一根绳上。机器越坏，秋收越慢，粮越湿，孙有才收的越便宜，你们再拿卖机器的钱低价买回村民自己的粮。这不是做生意，这是拿全村人的粮肥你们两家。合同是合作社签的，谁不服可以不卖，但协议写了，今年柳河村的粮优先交我占，谁卖到别串，合作社赔60万。我们自己的粮卖给谁还得你们点头。想让我收就签水分扣价单，不签车别进门。雨还在下，不卖，粮真要烂手里了。8毛4一斤，水分超过28再扣。愿意卖就排队，不卖就让开。外线今天还收1块钱，那你送外线，30多里雨路，看谁肯接湿粮。秋荷，我不想卖这么低，可再捂一夜真长没了。你想卖我不拦，但先把水分、重量和单价写清楚，别粮进了门，最后连亏在哪儿都不知道。我开粮账10几年，还能坑他这点粮？协议里写着，水分你测，等级你定，价格也由你算，一张嘴管3件事儿，谁放心？机器摆在这儿，我还能让机器说假话？机器不会，调机器的人会。一袋你测，一袋我测，一袋封起来，送县里复检。合同写了，以粮站检测为准。我的粮，为什么只能听你的机器？超过28，按8毛2收，再扣2分钱烘干费。8毛，我连种子化肥钱都回不来。差了5个点儿。按这车12000新金算，单价能差1毛4，一车少1600、700块。你那小机器几百块买的，也能跟粮站设备比。所以第3代封存，谁准？送县里一测就知道。雨天水分一直变，送到县里还有什么用？样品当场封，时间、车号、在场人全写上。它变不变，大家一起看。进了我的站，就得按我的规矩。可粮还是村民的。同意把玉米测出2个水分，那就当着大家的面再测一次。这份标准玉米标定水分20，还没测我们的粮，就先多出5个点儿。机器时间长了，有点误差，正常。0点几叫误差，5个点儿叫不能用。谁调的？我不知道，机器都是工人管。粮价你定，钱你付。每车水分都决定你少给多少钱。现在多5个点，你说不知道？也许工人按错了，把数调回来，先收粮要紧。校准记录有时间，8月18日下午3点17分。你们签好低价收湿粮的合同，当天就把机器多调了5个点。巧合，一台机器说明不了我坑人。3代结果一致，要扣烘干成本，也绝不是29.1。按24个水分，这车该是1斤9毛6。你按29个水分，只给8毛。12000斤，一车少给1920块。
我忙1年，你动一下机器，就拿走我2000块。你可以不卖，我又没按着你签字。外面下着雨，你堵着销路，还拿合作社合同吓人，这也叫没逼。我去年晒了3天，还是给我测29。这台设备停用，往年记录、校准日志、收购跳账，全部封存复查。水分的账还没算完，你急什么？水分错了，重量总不会错。我这地磅天天检定，谁也挑不出毛病。那就再称一次。一车粮，怎么又少了520斤？车没卸，油也没加，500多斤去哪儿了？工胖年头那么久，谁知道准不准？我这地磅每年都减，别拿一张破纸赖我，那就别争。空车再称一次。空车又少180斤，装的越多，少的越多，这秤还会看人下菜。2台胖有点误差很正常，你们不信就别卖。正常误差不会一车少500多斤，也不会每次都只往你这边少。脚抬起来。人家脚放哪儿也归你管啊！这是切换开关。连编砝码都敢少算，难怪我去年10车粮越卖越不对。水分多扣5个点，重量再少500斤，我1年忙到头，你一车就能拿走我3、4千。开关是修地样的人装的，我不知道。水分机你不知道，地磅开关你也不知道，可少下来的钱1分没少进你口袋。粮站暂停收购，旧账全部复查。行，你们不是能查吗？我不收了。外面还在下雨，我看你们这些湿粮能放几天？秋禾，不卖给他，粮往哪儿放？村里的烘干叉还能不能用？那堆废铁3年前就报废了，你真敢开？烧了粮别找我，再捂1万就真要发霉了。这塔坏了3年，谁开谁负责？坏在哪儿？都报废了，还问什么？报废要有检测报告拿来。合作社的东西轮不到你查。秋收应急，集体设备能不能启用？我可以现场看。开门。钥匙早丢了，备用钥匙一直挂在值班室。上个月勇哥还让我来搬过电缆。风机叶片没裂，主轴能转，炉膛也没塌，传算带换掉还能试。外面看着没坏，不代表能用。温度一高，粮烧了谁赔？先空载，再低温试机，温度、转速、出粮口都有人盯，不会直接上粮。这不像自然坏，缺的都是能拆走继续用的件儿。粮站装新擦干机时，勇哥来这里拆过东西。旧设备拆件利用，有什么问题？你拆完就说整座塔报废，明明补几样就能用，为什么让它荒3年？今晚真能开？建齐的话，6个小时能试机。先救最湿的粮。别忙了，3年前合作社已经把塔卖给我，这是我的私人设备，想用1斤粮收2毛烘干费。这塔当年每家都集过钱，怎么成你的了？
我花6万买的，有协议，有章。全村集资，县里补贴建的塔。你拿6万块就买成自己家的了6万块买断，白纸黑字，想用也行，1斤2毛，先交钱。我家20多亩，轰一遍要好几千，塔是大家出钱建的，凭什么再给你交？设备坏了，村里没人接，大勇出钱收烂摊子，现在用得着了，又说是集体的。当年总共花了42万，县里补贴25万，村民集资12万，合作社出了5万，从头到尾都是集体资产。后来报废设备当然能处置，报废鉴定在哪儿？职产品出，村民表决记录又在哪儿？写一写经社员大会通过。没开。我也是社员，听都没听过。塔卖给陈大勇，钱又送给孙有才，绕一圈还是你们2家。合作社预付烘干费，不行吗？村里自己有塔，你先说他报废，低价买走，再拿卖挑就在那儿去预付烘干费，最后村民还得按斤给你们交钱。一座塔，你们想收3遍钱？协议作废，先就粮，账以后算。未经表决，没有评估，处置程序有问题。先冻结转让，烘干塔恢复集体管理，优先保障秋收烘干。先空转10分钟，温度稳住，再进粮。我早说了，这破塔一开，全村都得停电。先关燃烧炉，把进料口粮掏出来，别闷在里面。看见了吧？老设备功率太大，电网根本带不动，真把变压器烧了，全村都得赔。变压器没烧，总闸也没跳，是烘干塔这条专线被上面断了，肯定是供电所远程停的，私自启用报废设备，人家不让用也正常。供电所刚回过电话，这条农业烘干专线没有欠费，也没有停电通知，表还在走，可烘干塔1度电都没进，灯都灭了，电表怎么还转？说明这条线还有别的地方在用电。什么时候接的？时间不长，线皮还是新的。也许村里给别的设备临时用，外面粮都湿了，你们还想顺这根线查到天亮？就是因为粮湿了，才得查。电不回来，塔开不了，塔开不了，村民就只能把湿粮低价卖给孙有才。这边只有粮站。这只表登记的是柳河村烘干塔农业用电，孙有才的冷处用的是村里的补贴电。我们的塔停了3年，可电费一直有人交，原来全替他冻粮了。谁让你们进来的？滚出去！先把村里的电还回来。这条线是陈大勇同意接的，你们有意见找合作社。孙有才说是你同意接的，大勇，你说清楚。烘干塔荒了3年，电空着也是空着，临时借一下，有什么问题？临时借3年，塔没开，村里每年交线路维护费，钱谁出的？去年农业用电和维护费1万8，走的合作社账户。我冷库也替村里存过粮，不算白用。那就看看里面哪一袋是村里的。私人仓库谁也不能进。你用的是集体农业专线，又说替村里存粮，当然能查。拿我们的补贴电动你自己的货，轮到我们烘粮，你让塔停了3年。电费以后补，现在断电，货坏了谁赔？货能转，湿粮等不了，偷接的线先断。你敢断，我报警！该报警的是村里，这只表登记的是集体烘干设备，冷库连单独计料都没有。私接线路先锋，冷库另行办电，之前的电费按记录追缴。陈大勇，当初可是你说没人会查。你胡说什么？接线时间、缴费记录都在。谁说的？后面慢慢查。
快回塔里！还要等多久？空转15分钟。温度不稳，梁继续一样毁。上第一车，先救水分最高的。塔里以前轰过没粮，还没清干净。这塔不能用，外面的粮怎么办？我早说它报废了，真把新粮轰坏了，别找合作社赔。不是塔坏，是停机前没人清仓，旧料卡在死角，先清干净，再空吹一次。当年谁负责停机保养？3年前的事儿，我哪记得？收钱的时候你都记得，问谁没清塔你就不记得了。以后每停一批都清塔留记录，机器不怕旧，怕没人管，还拿报废糊弄人。进第一车，李姐这车水分最高，先救她的。老塔费电又费油，就算能轰，成本也比粮站高。1斤暂算4分钱，多退少补，比你们1斤收2毛低不少。达到安全入库标准，这批粮保住了。我以为今年又得贱卖。后面还有车，登记取样进塔，顺序别乱。路堵死了，所以我才拿货车横在桥上，不让粮车过。今年柳河村的粮都得先交我站，谁敢送烘干套，60万违约金，全村一起赔。协议写得清楚，柳河村今年的粮优先交我粮站，谁往别处送，合作社赔我60万。60万从哪儿出？不会又扣集体的钱吧？所以别乱来，把粮送孙老板那儿，大家都省事儿。8毛1斤，水分都扣5个点，地磅再少500斤，这叫省事儿，这是省得我们不剩钱。甲方是农机合作社，签字的是岑大勇，哪一户村民在上面签了字？合作社代表全村，买机器时说我们只是社员，不能看账，现在要赔钱，我们又成全村了。你们2家的账后面算。现在粮是各家的，车也是各家的，谁没卖给你，你就没资格赌。我没赌，车坏了，停这儿修。2辆一起坏，发动机还热着，钥匙也在司机手里。桥是秋收应急通道，我已经报给镇里，继续堵，谁让停的都记下来。孙老板，我们只是拿用费，别把事儿闹大。谁敢挪？剩下的钱1分没有。不等了，装袋过桥，把传送带拉过来，先救最湿的。你能堵车，堵不住我们自己救粮。今天不卖给我，以后也别求我收。粮能烘干，拉到哪儿都能卖，以后谁求谁还不一定。什么味儿？着火了！都起来！别开正门，里面全是干粮，一进烽火会扑出来。先停炉，断电，开后面的限粮口。这是全村刚刚救回来的粮。边干边说，东边的粮先搬，老人孩子退远。我早说老塔不能开，现在烧了粮，沈秋和你拿什么赔？燃烧炉在北边，火从南墙外面起，不是机器起火。旧线路、旧塔，哪儿都可能短路。总线没跳，南墙也没有电线，这里全是柴油味儿。账本还在里面。妈，别进去！妈，先看账，这东西烧了，他们又能说什么都没发生过？
这火不是冲塔来的，是冲粮和账来的。这个桶今晚还在合作社油房，油房钥匙只勇哥和虎哥有。燃烧炉在北边，线路也不走这面墙，两处先后起火，不像短路，更不像机器挥火。一个烧粮，一个烧账，挑的还挺准。一个旧油桶而已，谁知道什么时候扔在这儿的？别看见合作社3个字儿就往我家身上赖。今晚8点我清点油房，这只桶还在。你又看见了？上次说看见我锯轴，后来不也改口了？油桶有领运本吗？1号、2号还在油房，3号桶今晚9点20被领走，写的是清洗烘干塔，领用人陈虎。不是我签的，那就比笔记，再查油房锁，锁没撬，桶也不会自己走到舱门口。锁芯没坏，是拿钥匙开的。油房钥匙就2把，一把在陈大勇手里，一把在陈虎手里。钥匙也可能被人偷拿，可以查。先别急着给自己找第3个人。这火若是冲粮和账本来的，就不是一句旧桶能解释。谁领的桶，谁开过油房，后面一项项对。桂枝嫂子要是晚看见半分钟，咱们今晚救回来的粮又全没了。婶子，你手都烧成这样了，还抱着那破账本干什么？快拿来，别再烧着。刚才火先烧办公室，又烧粮仓，有人怕的就是这里面的账。这是合作社买第1台收割机时的入股账。妈出了4万8，为什么合作社现在的股东名册里没有咱家？你命都不要了，就为了抢几张旧纸？没有这几张纸，他们又会说我没出过钱。我这只手烧了还能长好，账烧了20年的话就全让他们说了。妈，当年到底怎么回事？那年村里想买第1台收割机，差钱。你大伯说只要咱家出4万8，就算3成股。家里没现金，我把你姥姥留给我的金镯卖了，又把嫁妆钱全拿出来。等机器赚了钱，第1件事给你打一只新的。镯子先不急，机器能把全村粮收回来就值。机器买回来那年，跑了6个村，你爸白天跟车，晚上看棚，我给司机做饭，收不上来的油钱也是我先垫。年底说机器还欠款，不能分红，第2年又说要买第2台，再等等，后来一直没分。没分。大勇家盖房买车，合作社1年比1年大，我们一问，你大伯就说一家人别算太轻。守山也总说大哥救过他的命，吃点亏算了。第1台机器当年净赚12万6，第2年又添1台，第3年成立合作社，旧账一直按陈富贵7成、陈守善3成计，司机工资、油料和维修扣完以后，每年都该有分成。后来换了新账本，我就没再经手。那咱家的3成什么时候没的？我卖了娘留给我的金镯，你们现在告诉我是我自愿白送的？爸，这一次你又以为自己按的是什么？那年大哥说合作社改制，旧错员都得重新登记，他让我按一下，说不按以后领不了分红。守山，纸上写的清楚，你自己不看，怪谁？你明知道我爸看不清小字，还把无偿退出折在下面让他按，这也叫他自愿？二叔这些年没管过合作社，机器维修、司机工资、欠账全是我家扛，不给他股份，不是很正常吗？缺钱时，我的金镯正常，挣钱后，我没管过就不正常了。女人拿的钱，也是守山家的钱，股写他名下，跟写你名下有什么区别？有区别，写他名下，你们哄他按个手日，就能把我的钱一起拿走。3成不是只算第1台机器，后面添机器用的是第1台赚的钱，只要没退股，后面的车、配件库、烘干塌都有陈守山的3成。退股也得清产、估价、分钱，不能写个无偿就把20年抹掉。那现在6台新机卖了，排队费收了，烘干塔又低价转了，
3成得是多少？别听他乱算。二叔拿过3万设备处置款，钱都收了，还想翻旧账？那3万从我爸账户进，转头又进了大伯账户，我家1分钱没留下。退出协议没有补偿金额，也没有社员大会记录，程序、手印取得方式都得重新核查。在查清前，合作资产不能再由陈大勇单独处置。秦站长，这是我们兄弟的家事，用家事骗走全村的机器、粮和补贴，就不是家事了。你们不是总说我没证据吗？第1台期买回来时，富贵哥亲手给我写过一张借条，上面写得很清楚，4万8入股，收益按3成分。借条早没了，你少在这儿吓人。没丢，我一直压在老屋张箱最底下。陈虎，先去老屋，把那个箱子找出来。桂枝，当年的4万8加上这点利息，今天给你5万。油桶的事儿，大勇也会配合查。这件事到这里，别再让外人看陈家笑话。我那4万8是借给你的吗？一家人借和肉糊有什么区别？你拿回本金不就行了？20年前的4万8买了3成机器，现在6辆车、烘干塔、配件库都转过一遍。你拿5万回来，还说是照顾我？借款还本金，入股要算这些年机器、烘干塔和合作收益，更何况火差点烧掉全村的粮，不是5万块能压住的。不用你们担责任，婶子只要签字，说3号油桶早就废弃，昨晚在哪儿不清楚，再写一句，当年股份已经结清，5万马上拿走。你们不是来还钱，是来买我妈闭嘴！志远，我是你大伯，真把大勇送进去，你们一家脸上就有光。志远，要不先把钱收了，你妈的手也没伤到骨头，梁大半也救出来了。你大伯年纪大了，真闹到底，这个家就散了。我卖金镯时，你说以后机器赚了钱，先给我打新的。20年了，镯子没回来，分红没见过。昨晚我从火里把账报出来，手烧成这样，你现在还让我算了？大哥救过我的命，他救的是你。你可以拿你的钱、你的地、你的养老钱去还，你凭什么拿我妈的镯子、她20年的分红，还有秋荷差点被断轴砸死的命去还？爸，这不是逼您不认哥哥，是让您别再拿我们替您报恩。您每说一次一家人算了，真正吃亏的那个人从来不是您大哥。5万你拿走，股份怎么算，总货怎么算，假配件和湿粮怎么算，一都不能混。去老屋，账簿箱底下有暗层，借条就在里面。那张纸是我当年怕你爸心软自己藏的。妈说的招募祥在东屋，先断电，拿湿被子，别空手往里冲。钥匙在我这儿，快开！暗层在箱底。一张20年前的破纸，值得你们把人命搭进去？我刚找你就知道我们找的是纸。假的，谁知道是不是你们刚写的？最后这一行是我的字。当年富贵说亲兄弟合伙，怕以后说不清，让我做见证。他还在我面前按了手印。20多年了，你记错了。别的我会记错。那天桂枝把卖金镯的钱一张张数出来，手一直抖。我忘不了。我没跟你要过照顾，我只问我那3成怎么没了。机器后来欠债，
维修换车，你们没管，早就折没了。上面写的是后续添置设备均按股分配，后来的机器、配件库、烘干塔都不能把妈排除在外。原件先封存，第一台机器开始，所有资产重新清。5万块买不走的东西，现在一把火也烧不掉。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！我给亲弟弟跪，不丢人。大勇真出了事儿，我这个当爹的才没脸活。寿山，大勇是我唯一的儿子，假配件、卖机器、油桶，现在全算到他头上。他真要被抓，这辈子就完了。那全村的粮呢？差点被断轴打中的秋禾呢？他们的一辈子就不算。我不要你替他坐牢，你就签一份情况说明，说卖6台车你知情，3万块是你分成。再说3号油桶是你让陈虎拿去烘干塔清油菇，后面的活只是意外。这还不叫替他顶。二叔本来就是老股东，他签了，最多就是合作社内部没走好程序。不签，我就成了私卖集体资产，故意存货。所以事是什么，你们心里很清楚。秋禾，那根轴陈虎只是想把车弄停，没想伤你。油桶也只是想在舱外点点火，把那些人吓走，谁知道风一吹，火会窜那么快。爸，你说什么呢？原来不是不知道，是你们觉得没伤死人就能算了。寿山，当年你掉进河里，是我跳下去把你捞上来的，我差点也死在水里。哥从没拿这事儿逼过你，今天就当哥求你一次，救救大勇。哥，我这些年没少让着你，我知道，所以我才只求这最后一次。你签了，贵值那3成我认，该给多少钱，我卖房也给。陈守善，你想清楚，你这次按下去的不是一张纸，是把秋藤差点丢的命说成一场意外。二叔，就一句话，您签完，咱们还是一家人。爸，这回您自己选，选完以后，别再说是为了我们好。二叔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买车，我不知道，那3万只是从我账户过了一次，我1分没留。油桶不是我让人拿的，宏基的轴更不是我让人锯的。你们让我签的这些，没有一句是真的。守山，你真要看着大勇进去？他做过什么，就说什么，我在乎。也不能把假的说成真的。没有我，你小时候早淹死了。一条命，换你签几个字儿都不值。值。所以你盖房缺钱，我出了。大勇买第一了车，我和桂枝垫了。合作社每次说亏账，你让我按首日，我也按了。你说家里难，欠我们的钱，我一次都没追。这条命我还了半辈子。可桂枝的金镯不是我的命。秋禾坐在驾驶室里的命也不是我的，我没资格拿他们替我还。二叔，您只要说同意处置机器，其他事不用您管。就是我以前总觉得不用管，才让你们一步走到今天。陈守山，关于6台农机处置和假验收，需要你正式说明。我说实话，卖车那天我人在医院，陈富贵拿折好的纸让我按手印，说是补保险。3万到账后，他让我取现，当天全部拿走。我出院回村那晚，看见6台新机已经不在了。第二天，6台刷过漆的旧车被拉进合作社。把旧车拉进村的人，您认识吗？开平板车的是孙有才七哥赵铁成。当时我问过大勇，说新车送去做首保，这几台只是临时顶班。
这条线能查运输记录。寿山，你这是要毁了自己亲侄子！不是我毁他，是你们每次做错事儿，都觉得总有人能替你们扛。还有一件事儿，假验收用的合作社公章，这些年一直不在办公室，在我哥家衣柜里。桂枝，这回我说了实话。一句实话，抵不了20年的糊涂。我不是要跟你离婚，我是要把咱们这个家跟你哥家分清楚。以后谁借钱写借条，谁用证件当面说用途。我的钱，秋荷的钱，志远的钱，你不能再拿一句我欠我哥替我们答应。该分地、存折、养老卡、合作社股份都重新理，以后我自己的那份愿意怎么还人情我自己还，你们的东西我不碰。不是不碰，是一家人商量，咱们从大伯那儿套我说了算，换成各过各的。那就先写清楚，不是防家里人，是防以后又有人拿口头话去做假手续。卡你自己拿，我要的不是管你，是你学会管住自己那只乱按手印的手。从第一台机器开始，入股、分红、补贴、卖车、配件、排队费、烘干塔，一笔不漏。刘桂枝，这里显示你从8年前开始，每年都领过合作社分红，第一期3万2，第二年4万1，后面还有6笔，合计27万6。我1分钱没领过。这字不是我妈的。妈右手食指年轻时被镰刀割过，有一道断纹，这些手印全是完整的。那就不是漏分红，是有人连续8年冒名领走了他的钱，账上写的是现金领取，可合作社银行流水不是取现，8笔钱全转进同一张卡。转谁卡里了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尾号6217，户名何春华。桂枝婶子不会用手机银行，我帮她代领怎么了？都是一家人，非得说的跟偷一样。你替我领了8年，我怎么一次都不知道？钱放哪儿了？家里开销那么多，谁还记得每一笔？27万6，不是买把盐，记不住，就差流水。第一年3万2，第二天转给陈大勇还车贷，第二年4万1，其中3万转给陈虎买拖拉机，去年5万3转进孙有才粮站，今年6万交了镇上金华酒店订婚宴定金。就是前些天那场订婚宴，孩子订婚是全家的喜事，用点家里钱怎么了？那天你嫌秋荷身上有油，把她赶去后厨，主桌上的酒菜拿的却是我的分红。用我钱的时候我是自家人，让我儿媳上桌的时候她就是修车的。别把办席和合作社混在一起，这钱就算领错了，我们后面补。不是领错，领错一次叫糊涂，连着8年都领进你媳妇儿卡里，叫有人专门这么做。还有一点，单子上留的是刘桂枝名字，联系电话却全是何春梅的，8枚手印纹路完整，而刘桂兰右手食指有旧伤断纹，这些手印是谁按的？需要正式鉴定。几张破纸，那说明什么？
说你们办一场把我妈赶下桌的席，花的还是她自己的钱。不止分红，这8年合作社异常资金初步已经超过130万。130多万，咱们天天说合作社亏，原来钱全从别的门出去了。我借3000交排队水时，你们说机器坏了没钱修，11万配件钱报了，车里却全是旧件，到底是谁没钱？别把所有账都扣我头上，卖机器是合作社决定的，配件也是正常采购，账做的乱不代表我拿了钱。有没有拿要看后续流水，但目前能确认，78万卖车款中45万进了孙有才粮站，10万作为介绍费另付，3万从陈山账户转回陈富贵，剩余20万用途不明，加计费没有收费依据，也没有进入公开账户。烘干塔6万元处置款同日转给孙有才。合作社经营哪有一笔一笔都跟全村解释的？大勇这些年没功劳也有苦劳。我卖镯子出钱时，没人跟我说经营不用解释。你们拿分红卖机器烧账时，倒想起苦劳了。你们这是想把我们一家逼死！钱又不是一口气花的，谁家过日子不周转？李姐借钱交3000时也是在过日子，王叔等机器收粮时也是在过日子。你们周转的是别人1年的收成，不是自己口袋里的零钱。从现在起，合作社账户、公章和资产暂停处置，陈大勇、何春梅、陈富贵及孙有才相关账户、车辆和结算款依法申请冻结损查。这还没计算粮站水分、地梦、火灾和误收损失。你们冻结了车，剩下秋收怎么办？机器还是合作社的，动的是你卖他的权，不是机器的轮子。已经追回第一笔13万8千元，正好是大家交的加费，今天可以原路退。姓名、金额、收据编号核对清楚，没带收据的，查银行转账和原始登记，谁也不用再给第2遍钱。到账3000元。这钱是我从娘家借的，我妈嘴上没说，回去把一窝鸡都卖了。我不是舍不得3000，我是怕今年不给，明年他就不来收我家的地，钱退回来只是第1步，以后排谁家，不看审谁敢不敢得罪人。学费先补上，这钱本来就不该拿去买排队。钱已经开始退了，事情也别再往死里闹。我名下那辆越野车可以卖，先补合作社缺口，剩下的我分3年还。你真愿意还？我又没说不还，但合作社不能没人管，机器、配件商、粮站我都熟，主任位置先不动，后面我继续带大家把损失赚回来。大勇干了这么多年，犯错可以改，真把他撤了，谁懂这些机器？谁去外面找活？卖车退钱是还你拿走的，不是拿退款买主任位置。我不当主任，谁接？你一个外星媳妇儿接吗？谁接？不是你指定，社员投票，能做事的人来。章还在我手上，主任撤，不是你一句话。公章属于合作社，不属于你个人，请立即移交。没有正式表决，我不交。那就现在表决，同意暂停陈大勇主任职务，收回公章，并重新选人的声援，举手。我同意。我要撤大勇的职。
首山，你糊涂了！大勇是你亲侄啊！就是因为是亲侄儿，我以前才一直替他圆，圆到机器卖了，钱没了，秋荷差点被轴砸死。这回我不圆了。我同意撤。我同意，机器不来，我交钱。机器坏了，我还得等。这种主任留着干什么？我也同意。有票权社人52户，同意暂停陈大勇职务41户，反对7户，表决4户。你们今天把我撤了，以后机器坏了别来找我。配件渠道、外村业务都是我跑出来的，没有我，这合作3天就散。机器坏了可以修，账坏了才真会散。等秋收过了，谁给你们往外接活？谁给司机发工资？以前接了多少活我们不知道，司机拿多少工资我们也不知道。以后把价格、油钱、工钱都贴出来，不靠谁一张嘴也能干。陈大勇，移交公章、账册、钥匙和车辆钥匙。你一直说合作社离不开你，那你先把不属于你的东西放下，再看看大家能不能活。行，我等着看谁敢接这个烂摊子。一个女人修了几台车，还真想管全村合作社。我不一定能管，但我敢考。我报名技术岗，主任谁当，考完再说。明天上午公开考核，机器、账本、路线全摆到村民面前。合社以前都是一个主任说了算，现在拆成4个岗，除了找谁？谁进手谁签字，重大支出由社员表决。以前什么都找主任，最后才有100多万说不清。写几张纸就能管机器，配件商认我，外村的活也是我谈的，没我打电话，人家1颗螺丝都不卖给你们。那正好从今天改，配件不再从一个手里买，3报价、型号、单价制贴墙上，谁合格用谁的。你还真把自己当主任了？我报的是技术岗，主任谁当，考完、投完再说。开机器我比他早5年，调度也不是把名字往墙上一贴，外村老板认的是关系，不是他一个寡妇。你要是考得过我，位置给你；考不过，就别拿我没男人说事。我年纪大，不接财务岗，但每笔钱我愿意帮大家盯着，日清月期，少一张票都问。以前就是没人问，才把账问没了。这回谁先问的细，谁就别碰钱。明日上午公开考核，驾驶看安全和田间操作，技术看故障判断和维修记录，调度看谁先收，机器怎么排，财务看收费能不能说清，成绩贴墙，社员看没人能在屋里拍板。女人修车可以，真管秋收，村里几千亩粮，她压得住吗？压不压得住，不听嘴说。明天机器、账本、路线全摆出来。别跟他们讲什么规程，第一项谁先把车开进地，村民就信谁。先别点火，怕我赢？你再往前开10米，轮子先替你迎出去。这是考核机器，谁知道是不是有人故意松的？这就是考核内容。今天所有机器都提前设置了安全隐患，
看谁能在启动前发现。真正下地时，机器可不会提前告诉你哪里要出事。开收割机看的是能不能干活，不是围着车磨时间。真到秋收，谁有空一颗螺丝一颗螺丝看？出车前看5分钟，总比轮子掉了停辅天强。这个不取出来，转起来会把油管一起扯断。安全检查合格。为什么高地先收？大户地块整，机器好跑，先把母数干出来，才显得有效率。河湾2户先收，雨来先积水。独居老人排在同片地前面，不是免钱，是少让机器来回跑。高地最后收，晚2个小时也泡。我家地多，交的钱也不少，凭什么排最后？因为你家地高。如果你家也在河沟里，我第一个给你排。这才叫排地，不是谁跟主任近，谁就先收。调度不是做善人，困难户都往前放，合作社还赚不赚钱？费用照收，顺序按风险排，不是白干，也不是拿别人怕下雨的心加价。快不快？1中27秒。撞杆越线未降速，不合格。女人会开一圈，不等于能管1季秋收。那就接着考，别等我考完了，又说女人天生不算数。谁都别靠近，这不是烧机油，是进水了。这还用看？发动机大修，没个3、5天弄不好。水箱里有油花，像是冲了钢垫儿。机油没无化，水也没少，白烟只在加油门时出来，不是钢垫儿。水进了进气滤芯，换滤芯，吹干管漏就能恢复，没必要拆发动机。判断正确，如果按大修拆，机器至少停2天，还要多花几千。我判断错了，沈师傅这手确实比我准。会找一个故障，不代表会管合作社、配件、外村订单、司机工资，哪一样不是人情？所以才不让一个人全抓着，技术归技术，调度归调度，钱归公开账。选哪一家？最便宜的，合作社现在缺钱，能省就省。第2家，第1家价格低一点，但到货要5天。第3家连批号都没有，再便宜也不能装。第2家明天到，有合格证，坏了能追责。不是谁便宜就买谁，得把停工损失和安全也算进去。一张抢收单写着油费1600，施工钱800，维修预留400，最后却收了农户4500，多出来的1700叫什么？调度费。合作社总得赚钱，赚钱可以写明，不能农户问说把差价塞进张调度费。以后每趟车油日工维修管理分开写，司机多少，合作社留多少，农户一眼能看见。技术岗沈秋儿第1，赵师傅第2，驾驶与调度李小芳第1，运输后勤陈志第1，财务监督由赵德全带2名社员轮值，临时服务团队成立，重大采购超过5000必须3人签字，车辆处置必须社员表决。说的好听，你们把收费压这么低，油钱一涨，司机要工资3天就得亏。亏不亏？不听你算。明天第1天开工，收入、支出、司机工资晚上全贴出来。喂，没有陈主任签字，柳河合作社的货，我们1颗螺丝都不发。我只认陈主任，你们临时凑几个人，货发过去，谁给我结账？看见没有？
外面的生意靠的是脸。你们考几张表，人家不认。欠款结清了吗？账上反而多付了2万6，还有3批配件没见入库。没到的货先退钱。那你们自己找别人吧。以后合作社采购走合同、走公账，不再挂个人名字，合同上写谁出了问题就找谁。低洼地、老人户、无人劳力户优先，优先只改顺序，不少付，也不多收。我家50亩连成一片，机器好收，先去我家，能省油省时间。你家在岗上排第6，前面2户靠河，1户家里只有老人。我是你长辈，往前挪一位怎么了？您以前拿长辈压别人，我管不了，现在我管调度，表贴出来了，谁也不挪。规矩说的硬，等司机嫌钱少，油价涨了，你们照样得偷偷加钱。今天收款23470元，油料9100，司机和转粮工钱7800，维修预留3200，结余3370。账在这儿，票在这儿。以前月底才知道给多少，这回当天就清楚。合作社留钱我不反对，只要别把钱流进谁家衣柜。是柳河农机队吗？我是石桥村的，我们3台收割机全坏了，600亩玉米还在地里。天气预报说后半夜又下雨，你们能不能帮一把？咱自己的活还没完，本村低洼地今晚能收完，留1台守村，2台凌晨去石桥，先把亩数收费发过来，不收求情价，也不收趁火价。沈师傅，不只是机器坏，有人把我们全村的配件部锁了，说除非交5万加急费，谁也别想秋收。我们机器坏的是皮带轮和油缝，库里明明都有，马主任就是不肯开门。别说的这么难听，配件是我跑关系弄来的，5万里有调货费、人工费、风险费。你们嫌贵，可以等雨停。雨停以后，玉米也泡完了。你就是柳河河村那个修车的媳妇儿，你能修就自己带件儿，别打我仓库主意。1号机缺1只油封，2号机张紧轮坏了，3号机是回油管裂后，都不是大毛病。库里有件，为什么要让3来车一起停？库是合作社的，我是主任，我说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。这批配件用的是农机应急补贴和社员集资，不是你个人买的。现在是抢收，社员有权核对领用，你可以留记录，算合理成本，不能拿锁收5万。你们柳河村的规矩，别拿到石桥来。仓库有我家的钱，今天门不开，我先申请全体社员表决。现场清点后，超过3份社员同意启用配件库。你不开也行，秦站长在场，社员表决也在。换锁后，每件东西当面登记，少1颗螺丝算在领归人头上，不算你嘴上。沈师傅，幸亏你们来了，要是再晚半天，这季收成就全泡汤了。谢开车、转粮和守夜的人，我只把机器弄响，粮是大家一起抢回来的。秋荷，大伯这车你给看看。前面还有3台，陈大伯，您排第4。秋荷，都是一家人，先给大伯修了，车挪不开，大家都过不去。前面3台都登记了，1台是村东老人户的，1台是转粮车，还有1台漏油，您排第4。我这车堵路，情况特殊，堵路先拖开，算应急处理。拖开以后，维修还按顺序。你还真记仇，以前的事儿都查了，该退的钱也退了，我好歹是你大伯。大伯，正因为是一家人，我才把话说清楚。今天让您插队，明天别人也会自己更急，这个表就白贴了。慢点开，别刮到路边的庄稼。就看一眼能耽误你多久？我以前也这么求过大勇，没求你别怎么说，亲戚也不行。现在规矩针对所有人一样，你又受不了了。修个车还写这么多，
以后坏在哪儿，谁修过，换了什么，单子都在，这样不会再有人说新件装进去，转眼又变成旧件。轴承外圈没有生产牌号，桌珠颜色发黑。又是翻新件儿。这件是大勇去年给我换的，他说是熟人价，收了我4800。合格件1600，人工300，您多花了2900，还差点把齿轮箱一起拖坏。那，你给我换好的，钱照算。可以，配件1600，人工300，拖车只算油费，单子贴墙，谁都一样。以前我总说大勇有人脉，买东西便宜，原来便宜的不是东西，是拿我们当不懂。懂不懂都没关系，只要价格、型号和挑具摆出来，谁也骗不了多久。今晚举行秋收庆功宴，请抢收队、司机、维修人员全部到场。主桌给沈秋和师傅留座。先别留座儿，最后一台车还没修完。菜都要凉了啦，还等谁？等秋和。秋和，主桌给你留着，今天你坐里面。我先洗把手，刚换完油管，别弄到菜上。那天订婚宴，我说你身上味儿大，还把你往后厨安排。是我说话难听，你别跟我一般见识。我可以不记那句话，但以后不管司机、厨子还是修车工，谁干了活，谁就该好好吃口饭，别再拿职业分桌。洗完就来。你的座儿，谁也不许占。今天合作社收入油费、司机工钱、维修支出全在墙上，剩余结余进公账，任何人不能私拿。技术负责人沈秋和，驾驶调度李小芳，运输后勤陈志养，财务由3名社员轮1年1评，不是干上了就一辈子不动。秋和当主任最合适。我不当一个人说了算的主任，机器我负责，路线小房负责，钱让大家一起盯。合作社以前出事，不是因为没人有本事，是所有钥匙、章和账都攥在一个人手里，谁做错谁下来，不看是谁家亲戚。当年的金镯，我慢慢给你补。先别补镯子，先学会每张纸看清楚再按手印。临这一台收割机在地里断了皮带，还有30亩没收，能不能去一趟？饭给我留着，我去把最后30亩收回来。天亮还要落雨，30亩再不收，今晚就白等了。短一点也能应急，把张紧做往回调，先低速跑，只能撑这一晚，收完必须换合格件儿。多拿点儿，半夜把你从席上叫出来，算加急费。我只按公开单据收下油料和工钱，半夜干活，司机和魏书中的工钱可以多算，但不能看你着急就随便开价。主桌的饭没吃上，先凑合一口。能赶上地里的最后一趟，就不算白跑。这回是你的钱，卡也在你手里。也是咱家的钱，只不过以后谁都不能替我说算了。今天谁开哪台车，跑多少亩，晚上回来当面结账。沈师傅，这低减你来。不是我一个人把粮收回来的，司机转粮的、手烘干塔的、查账的都该站前面。婶子还是大大了，手干活哪能一致白？衣服脏了能洗，粮误了可补不回来。秋和姐，北沟3号机响的不对，你来听一下。走吧，沈师傅，下一台机器等着呢。